们是洛阳的七咖啡，我们是成立于2017年11月，到今天为止已经第6年了，6周年了。我们一直是希望说把精品咖啡本身的这个好的咖啡的品质传达给大家，然后我们也一直坚持这么做。对，然后6周年了，我先给我自己说个生日快乐。对，烘焙大概是2021年的4月份到现在，对，然后这基本上也2年多了。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作为咖啡师来讲，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把咖啡本身的好坏，然后以及咖啡的品质，整个咖啡本身它所代表的一些文化传递给大家。可能你需要更多的去沟通，去跟客人去讲。然后作为烘焙师来讲的话，你需要更加专注在豆子本身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一个是对外的去传播，然后另外一个是对内的。对内的是你需要对咖啡豆本身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对，然后对于我而言，这个怎么讲呢？就更回归到，对于我而言，我是觉得更回归到咖啡本身吧。对，我觉得可能更关注到说，它每个产区每一只豆子它的特点特性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这个产区或者说这只豆子的风味把它给烘焙出来？这个可能还是说白了，就是还是更专注在咖啡豆本身，而不是去更多的去传达一些信息，或者说是通过这种方式去传达豆子本身的信息。对。我记得很清楚是埃塞俄比亚的水洗，然后叫栀子花。然后刚开始我会对自己非常的，就是没有自信吧，会对机器类的这种东西会有一些天然的抗拒和抵触，还有恐惧，然后会觉得风纹它会不会突然掌握不了怎么办？然后其实从开始想要烘焙到真正的烘第一锅中间，大概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月的时间，就是烘第一锅开始，就从想烘焙到开始烘第一锅。然后当我真正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全神贯注的，然后会觉得说比如说10分钟的时间会变得非常非常漫长，但是现在就会觉得那10分钟过得还行啊，因为每1分钟你会觉得这个豆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调火了或者是调风门了，或者说它这个每1分钟它这个升温率什么的会对我的豆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会有很多的思考在里面，然后不知不觉可能10几分钟就过去了这样的。对，我觉得就是第一锅，我觉得首先是要通过我自己，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刚开始烘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杯测，然后我们会把风味好的调出来给大家喝，然后大家会觉得那这个还不错，你加油，我觉得烘的还可以啊什么的。但是当然我也更希望说能够得到就是烘焙师前辈们的认可，因为这样代表说那技术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其实我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在探索，还在学习。因为我会发现说我越烘我的问题越多，就是虽然有时候会觉得那这锅好像很好喝，那当我再去想要去复制这个曲线的时候，会发现是非常非常难的。然后这个就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吧，就是需要非常的稳定，然后对你的烘焙就有一个非常深的了解，还有你的豆子也会要有一个非常深的了解才可以。对，我的建议就是，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他但凡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做好，但是关键问题是你做了没有，就是你有没有踏出去第一步，或者说你踏进去第一步你往前走了多少步，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然后如果是对新手的建议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犯错，就是你犯的错误越多，你及时去更正，及时从那个错误里面去汲取一些教训，然后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去更正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也好，然后你的技术也好，然后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学得更多，你才能进步得很快。如果是你只是说按照你比如说一种方式，你一条路走下去，你可能永远不会犯错，但是你的认知可能就只是在这里了，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突破你的认知的边界，或者是你对这件事情的
了解和看法，然后你可能永远被自己的想法和思维框起来这样的。对，所以对于我而言，我会更希望我自己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可能去用不同的方式去烘焙豆子，然后不要拘泥于比如说同一条所谓的好的曲线，然后也许可能这一次的结果可能这一次不会让你太满意，但是可能正是因为这种不好意思这种就是怎么讲呢，这种不同的这种方式会让你获得更多，对，让你收获更多。最近其实最近还挺多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盛夏红玉，然后是英格的豆子，然后就是这是夏天的时候，然后最近烘的比较多的是肯尼亚，然后肯尼亚这个是K72小时水洗发酵的豆子，然后这支豆子是完全我觉得也是改变了我对肯尼亚咖啡这个生豆的一些认知。我会觉得说，因为之前对于我而言，会觉得肯尼亚好像都是酸的，然后它的酸非常的明亮直接，然后并不是那么让我觉得怎么讲呢，舒服的那种酸。然后我对这只豆子对肯尼亚本身其实是抱有一些偏见，但是正是因为这只豆子让我改变了我对肯尼亚的认知，就会觉得说，那其实这个酸它也许不是这只豆子本身，而是因为烘焙的原因造成它的酸。所以这只豆子呢，就是甜感非常的高，然后喝起来非常的圆润，然后它喝起来是像琼浆一样的那种顺滑感，以及成熟浆果的这种风味。我就觉得哇，这只豆子我真的很想让大家都尝一尝然后希望说那改变大家，或者说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启发，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肯尼亚都是酸的，然后也不是所有的水洗都是酸的，然后水洗可能也会有些，如果烘焙得当的情况下也会有足够的甜带出去，所以我会更希望给大家推荐这只豆子吧。对。